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树。我今年24岁，已经开始做体检了，不是查糖尿病啊，也不是身体有什么明显的症状，就是感觉按照我这些年的生活习惯来说吧，也该出点问题了。去的是那种体检机构，效率很高，他们一边抽血一边推销，哇，就是一开始抽血就问，心脑血管要不要查一下？要不要查一下？微量元素要不要查一下？那胳膊上插着针管能不查吗？我感觉如果说不查，他会把血给我打回去。不查是吧？那抽多了，抽多了。有些医生还会故意的做出一些反应来引起你的焦虑，去查心脏彩超，医生拿个仪器在我身上划来划去，看着影像，突然来了一句：“唉。”我当时就一个想法，同意捐献。就很奇怪，他也不告诉你什么情况，就在那儿自言自语刺激你就在那儿，唉，现在得癌症的年轻人越来越多喽。我加了27项的检查，我加到最后几项，医生都不忍心了，说这个你也要查？我就跟个闰土一样在那儿查，查出来都是一些很小的问题。但当你花了很多钱只查出来一些小问题的时候，你真的很不甘心呢。一共花了3891块，医生说我只是有点缺钙。我说还有别的问题吗？他说肾里有点结晶，多喝水就好了。多喝水就好。你知道不来体检我能多喝多少水吗？3891瓶。而且24岁缺钙，人的身高一般在20岁就停止发育。我说我现在补钙还能有什么变化吗？医生说如果你补钙补得多的话，肾里的结晶就会变成结石。我说好，总算是有个盼头了。总是对身体很焦虑经常看一些健康科普学知识，但不舍得为知识付费听说吃鱼油对身体好，然后心里又想，鱼油太贵了吧，能不能吃鱿鱼啊？而且网上的健康科普真的实在太多了，一上网就觉得自己哪儿都不对。什么不要久站会静脉曲张，那我坐一会儿吧；不要久坐会腰肌劳损，那我躺一会儿；不要久卧会肌肉萎缩。我现在问题就是知识太多。你想健康怎么办？24小时后空翻。健康达人魂斗罗。我就是很容易相信健康科普，直到视频里开始打广告。我说那你前面讲的到底是不是真的？我觉得教我知识就不能卖我东西，你不能授人以鱼的同时又授人以鱼油，很难分辨。但等你意识到这是广告的时候，就已经晚了。有些科普它做得很吸引人你很难不点开。他从标题就开始挑衅你，你还不知道为什么烤肉会变成褐色吗？我说不知道啊，因为没涂防晒。我一点开。因为羟基化合物和氨基化合物在高温作用下发生了美拉德反应。我说知道了，曼德拉反应。科普就这样，你感觉学到了很多，其实完全没听懂。那知识就像一只蚊子一样，在我耳边嗡嗡转来转去，一拍脑袋什么也没有。但科普也很贴心，他知道你听不懂，就会赶紧开始举例子。不仅是烤肉，茶叶也能经过烘焙产生美拉德反应，这就是统一春福焙茶。3重焙火工艺释放特色焙香。你看，等意识到这是个广告的时候，就已经晚了吧？巧妙。平时也做过一些健康生活的努力为了不熬夜，就想着读点书容易困。下载了微信读书，放在手机桌面上最显眼的位置，然后把所有娱乐软件的图标都移除，想找到非常麻烦。就这样坚持了半年。我变成了一个很有耐心的人。我打开那个娱乐软件的步骤越繁琐，我玩的时间就越长。我说这好不容易来一趟，不得多住几天啊？我现在微博都刷不出新鲜事来了。微信读书的用户协议与隐私政策我还没同意呢。我就觉得人只要不付出成本就很难改变于是就斥巨资买了个新手机当主机用。然后把所有娱乐软件都从主机上下载到副机里进行物理隔离。第2天主机落在了出租车上。
成本太高了。后来想锻炼身体，就买了一个哑铃。哇，真的，有些事情你不坚持一下，你都不知道自己只能坚持一下。我当时看着哑铃，我说我应该还可以吧，我这血气方刚，正值少年，大手一挥，你的想象超乎你的能量。强撑着硬举了一下，哎呦，10分钟喘不过气来，说不出话。终于知道这个东西为什么叫哑铃了。就很难坚持，很容易放弃。听一些自律的健康博主说，只要努力，什么时候都不算晚。所以我现在做事情之前都会告诉自己，还早，什么时候都不算晚。种下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其次就是等一会儿。唯一还坚持的健康生活方式就是看科普。我现在熬夜看健康科普。哎，只要你健康科普看得足够多啊，你甚至能看到你的不良习惯是对的。当我有天晚上刷到一条“你还在跟风早起吗？对身体的伤害不亚于熬夜”，我说：“哎呦，对了，终于找到懂我的家人了。”我赶紧点赞，让大数据多来点啊！真理不掌握在多数人手里，也不在少数人手里，真理掌握在我自己的手里。熬到夜里一看表，哎呦，3点钟了，但什么时候都不算晚。真雅丽，谢谢大家。谢谢陈数，喜欢陈数今天表演的观众朋友们，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投票倒计时，最后3秒钟，请锁票。陈数这一季也挺有意思的，上一场的时候这个险些就走了，是吧？在舞台上边非常的难过，结果发现没被淘汰，更尴尬了。剪到这期吧。那今天陈数的表演怎么样？我觉得我挺喜欢的，因为我喜欢那种冷冷的、比较冷的人。我觉得他的点都挺冷的，但是又很聪明。我觉得你应该是一个 IQ 很高的人。IQ， 啥意思？IQ 是智商吧？情商还是智商？你问我就觉得是真心问啊。是智商吧？是智商，我以为是情商。情商应该还好。没反应过来。情商高的人说不了脱口秀，对吧？这你总会觉得这又不能说，那又不能提的，其实不太好。所以你是说智胜越来讲的越差，就是因为？哎，智胜的粉丝，这是他说的啊！太棒了，也不知道为什么智胜的粉丝在看这档节目。就陈数和陈数类似的一些选手，就参加比赛特别吃亏。他们文本非常精妙，然后作品非常好，但是他们那种蔫坏的那种表达。其实，在小剧场里效果是特别好的，但是到这种环境里，就是他们会相对的，就是吃亏，但实际上作品是非常非常优秀的，一直都是。感谢感谢。我觉得罗老师刚才说的特对，就是陈数是这种润物细无声似的，然后他的东西都特别经琢磨，对对，很难说一说大家就确实是这样。但是我觉得你的能力真的挺强的，就是明知自己在这个舞台上可能你也没有试图去改变自己，当然可能也改变不了吧。其实今天挺使劲的吧，感觉声音挺大的，我感觉。没有。没有吗？没有。所以我觉得挺好的啊，也得让我们换换口味啊。我的感觉就是很多人讲脱口秀会有一种万马奔腾的感觉，陈数的脱口秀呢驷马难追，比较像盛装舞步，就是你有你自己的节奏，然后有很多精妙的小设计。比如我特别喜欢你脱口秀里的很多比喻，类似于什么24小时的魂斗罗啦，或者是那个蚊子在旁边嗡嗡叫啦等等，你用很多很精妙的小比喻，把那个小情绪的铺垫都一点一点一点这样打出来，所以我觉得是很舒服的一个感觉。而且我蛮喜欢他整个脱口秀里讲的价值观的，他有时候的那个小纠结和那个小评论，最后他都会回到一个自洽的状态里去，所以我觉得你这个人就是很自洽的一个人。但 IQ 很低。他刚说你 IQ 很高，是 EQ 很低。那谢谢陈数，谢谢你的表演，陈数也是拿到了气氛组的4票满票，也请你先到待定区休息。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数。我之前做过编剧，现在无业，然后不是很想上班，因为感觉上班太累了，每天醒了就工作，
困了就喝咖啡工作，总是要往身体里加一些液体来让自己保持续航。有时候感觉我也不是年轻人，我是个汽车人，对吧？现在年轻人动不动，对吧？现在年轻人休息也不叫休息，对吧？叫充电。新能源汽车人，难怪现在年轻人动不动就燃起来了。我其实有时候也不太理解为什么就是上班困的时候就一定得喝个咖啡来提神，我就从来没有见过哪个在网吧通宵的人会喝咖啡，他们只吃泡面，打游戏只会让人饿，不会让人困，说明游戏本来就提神，所以我们上班困的时候不应该喝咖啡，应该打游戏。其实不想上班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害怕，最近几年听说过很多那种加班猝死的新闻，所以现在很多那种大公司都会开始配备那种 AED 的急救装置啊，如果发生了猝死，就能够及时的抢救回来。真好，真贴心，这样我就有更多的机会猝死了。那大公司机会就是多。就让你猝的没有后顾之忧，对吧？想猝就能猝，猝完还能猝。对吧？这个措施可太奇怪了，就是他们想的办法不是怎么才能不猝死，而是猝死了怎么办？对吧？他们面对猝死的态度不是不要，而是别怕。把加班猝死，不解决加班，解决猝死。你感觉比起按时下班，还是起死回生更容易一些？我相信劳动的法律，他相信医学的奇迹。如果我入职一家公司，我看见了 AED， 那我就知道这个班是加定了，对吧？它不但不会减少，还会增加。因为如果我加班猝死的时候，如果要用上 AED， 那说明还有另一个人在加班呀。一个 AED 就赠送2个加班额度，猝死促销。2个人每天晚上就在那战战兢兢、面面相觑。今天咱俩谁是谁的爹呢？感觉现在睡眠就越来越少，对吧？甚至现在每年的3月21号还专门有一个世界睡眠日，来呼吁对睡眠的重视。你从这个日子就能看出来多么的迫切。3、2、1睡。我感觉世界睡眠日简直就是世界上最卑微的节日。它有一个活动叫做多睡1小时全球公益活动。多睡1小时，活动力度也太大了吧？甚至后来这个活动就变成了早睡1小时，也太懂事了吧？我能不能多睡1小时？不行，那我自己早睡1小时。哇，这1小时都不帮我呼吁了，让我自己想办法早睡1小时。我觉得这是截然不同的概念，只有早上我晚起1个小时，我才觉得我多睡了1小时。晚上早睡1个小时，我觉得我少玩了1个小时。你都不知道再这么呼吁下去还有什么活动，只睡1小时。你就感觉睡个觉，多睡点觉怎么就这么难啊？我就想睡觉，我就爱睡觉，我做梦都做梦中梦，我睡觉的时候都在睡觉。但是结果网上说，睡觉睡太多了，可能是嗜睡症，说我有病啊。我说这也能是一种病？那我能不能请病假呀？为什么没来？身体不舒服，困了，想挂号去酒店看看。对，这就是现在的评价体系啊！你每天睡得多，你有嗜睡症；你每天吃得多，你有暴食症；你每天动得多，你有多动症；你每天工作多，哎，你有上进心。对工作的评价也太积极了吧？你提到学习和工作，都是那种正面的词汇啊，都充满了赞美之情，什么废寝忘食、孜孜不倦，我天道酬勤。你一提到休息，好吃懒做，游手好闲，为我50。你感觉从小学的那些知识也没有什么鼓励休息的，对吧？他只有孙权劝学，没有孙权劝教。
什么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你没睡醒，当然要刮目相看了。我听到最多的一个鼓励休息的词，是劳逸结合，还得跟劳结合。啊，就不让我休息，对吧？你天天灌输这些牛马的思想啊，就不让我休息，就不让我休息，对吧？困了给我杯咖啡让我醒过来，对吧？猝死了给我个 AED 让我活过来。怎么地球没有是转不了了吗？废物地球。啊，你就这么一直想让我再生，完了，年轻人真成新能源了。来，欢迎你，谢谢大家。哎，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数，我是一个00后，现在，谢谢。没见过吧？现在毕业2年了，但感觉压力还是很大，而且我会把压力会量化的非常的具体。你比如说一个房子3000块1个月，那对我来说就是1天100。我一旦这样想，每天就会过得很焦虑。每天中午起来一看表啊，50块了，一焦虑晚上就睡不着，一睡不着你就更焦虑。我就眼睁睁看着时间就这么1分1毛的过去。别人失眠都是1只羊2只羊，我1毛1 1毛2。别人数的是羊，我数的是羊少一横。平时还要处理人际关系，也很烦，我不爱回微信，经常不回。你们的微信都是WeChat，我的是 YouChat。回信很累总是要字斟句酌，生怕回得不恰当。我甚至连回复 OK 的时候，都会特意的改成小写，这样显得比较圆滑、俏皮。但是你不回呢，又要找理由解释，就很消耗。所以我每次就很喜欢坐飞机的时候，你可以心安理得的不回，对吧？你那种打开飞行模式，什么消息也收不到，那种感觉，哇，上天了。莱特兄弟为什么发明飞机？就是嫌地上的人话太多。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必须要找一个正当理由。我现在就想回就回，不想回就不回。我现在随心飞，就是受不了很多的压力和规矩。就想怎么才能逃离一段时间，就有没有一种办法，它既远离人烟，又不会饿死。出家，生活清静，对吧？社交也简单。和尚没有什么勾心斗角，没有什么精神内耗，更没有什么亲密关系。别人跟我说话，我可以不回复，他不会觉得我不礼貌，他只会觉得天机不可泄露，而且也很容易受到世人的尊敬。即使我什么也不会，还是会有人叫我一声小师傅。而且庙里的生活它更健康，近几年流行的健康的生活方式在里面都能享受到。你像斋饭、减脂、敲钟、有氧、打坐、正念冥想，但再也不用担心失眠，每天都有人在你旁边念经 ASMR。今年5月，我就认真研究了一些寺庙，在大众点评上，但不知道哪家最好。大众也不是什么都评，我就希望他能推出一个榜单，推荐一些本地剃度修行必须要去的地方，就叫必秃榜。我打开一看评价，很不错的一次体验，戒疤点得很圆，很对称，很像6筒。很喜欢，下辈子还来。每天想这有的没的，甚至开始好奇，那种常见的戒疤，它为什么都是双数？为什么没有5个戒疤的？我就开始在网上找，有没有点5个戒疤的在我那个城市里？5疤同城。这就是现在精神状态。但其实后来发现，戒疤不都是双数啊？它有1、2、3、6、9 5种。我就想，为什么不是从1到9都有呢？是怕方丈拿徒弟打麻将吗？1个和尚挑水吃，2个和尚抬水吃，3个和尚吃。
想出家的念头就越来越强烈，就告诉了家里人，他们觉得我疯了啊，说我是离经叛道，我也很委屈，这哪里是离经叛道了，我就是去念经的，这是离经的近道。他们一直让我考公考编，说这样上岸了之后就一辈子稳定。稳定，还有哪里比出家更稳定？而且他们讲究轮回，我不光这辈子稳定，我来生都稳定。什么上岸不上岸的，回头就是岸。所以就很不明白，很多人一有烦恼就会去庙里求愿、求事业、求爱情。你要想彻底解决问题，留下来就可以了。感到快乐你就拍拍手，不是这个意思，不是山东的意思。感到快乐你就拍拍手，怎么才能？让我讲完好吧？感到快乐你就拍拍手。怎么才能一直感到快乐呢？双手合十，我就感觉我这个想法简直太完美，就终于要逃离世俗了，但最终还是没有去，还是那个问题，不知道哪家最好。我怕选错了寺庙，那耽误的可就不止一辈子。好，演力，谢谢大家。